2019 9月，我朋友他想要9月13号结婚，我有问他说为什么要特别9月13？因为那一年是2019的最屌的日子。听到之后，我马上简讯给对方说：“这个礼拜是9月13号，有没有空？还有3天。”我想说他会不会又是当天取消或是怎么样？但是那一天哇，很顺利呢，天气也很好，开车也是他第一次坐我的旁边。从那一天开始，我们2个也是好顺利办事情，然后也是一起拍个照，一切都很好。那一天开始，对我来讲好重要，是不计较，家人不计较这句话，好多计较的事情，那个真的是一个超烂的结果。本节目由 ZOS 赞助播出 ，ZOS 软胖护不分长短1499。大家好，我是 Elaine， 最短命的网红 ，AKA 全民老干妈。谢谢大家的喜欢，我要开新频道了，请大家多订阅哦。人生不易，十之八九。如果有事来喝杯酒，那今天喝什么呢？今天又破病了，得了肠胃炎。我今天喝的是心痛的滋味，那我们就干杯！人生啊！欢迎来到人生小酒馆。那这单元最主要在分享一些有感触的人事物的故事。我是你的人生好伙伴，我是小欧，我是爱喝浓郁乌龙茶的 King。大家好，我是北村风情。OK， 大家可能对北村的印象就是导演，想问一下，就是说是在台湾出生吗？日本出生，台湾长大，但是台湾长大是从23岁到现在，那已经很大了，好不好？这个播的时候就刚好50岁了，满50岁。没得，我们先聊聊23岁之前在日本的生活。我是在滋贺县京都隔壁，我住的地方就是忍者故乡甲贺市，出生到高中毕业18岁。长大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乡下男孩子，所以从小要学忍术嘛。那个时候已经是很看不起忍者。为什么啦？因为已经不存在。那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国小就去看那个忍者村的那种忍者村的末代的人，感觉就是好像骗人的那种感觉。长头发有这种故事，只是差了个长头发而已。我小时候的回忆就是忍者不存在，但是甲贺就是用靠忍者吃饭的那种。所以那时候你刚刚讲是小时候在那边长大，从小打棒球的那个年代蛮多，就是梦想是甲子园打棒球的那种。就是从10岁到18岁都在打棒球的，离甲子园很远的那种。就是那个时候就真的有认真的想要把这个打棒球这件事做好。我还是会相信有一天就是也许的那种啊。16岁的时候也许，17就半个放弃，然后18岁的时候比赛，以为输的第2天就考驾照。还没有比赛哦，我已经应该会输，所以就报名考驾照，结果赢了呢。后来是延期，然后下一个就是说我还是不要报名好，结果是输了。所以人生不如意嘛。对，高中毕业之后有什么？高中毕业第一个梦想是当小剧场的演员。大阪、东京真的日本无数的那种小剧场，100个人就满的那种小剧场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出现，就是一个实力派的演员是从剧场出来的。我想要当那种知道的人知道。现在来讲，古田新太超强的演员。我小时候他是已经是小剧场里面大家知道，但是还没有到东京，过了大概10年吧。哇，他现在完全是一线演员。工藤官九郎也是小剧场出来，就是一个非主流里面的九流，是我很崇拜这个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是大学时期，我是完全没有联考都没考的那种。高中毕业就是要去小剧场，然后就是当演员。我为什么会从甲子园突然变成是去小剧场？现在回头来看，是已经做到那个程度。
度，不知道放弃，感觉是好像到高中3年级，我还是好好努力，完全没有考虑过18岁之后的事情。高3暑假那一天开始，真的要认真考虑我之后毕业之后要干嘛的那种。那为什么会选小剧场？简单来讲，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很想要自己的梦想。那个时候想说，小剧场好帅哦，因为我不喜欢那种主流的那种明星，看不起主流。看不起，比较叛逆，所以北村小时候应该也是比较叛逆的样子。大家喜欢的，或者是大家要看的时候就，我们就不要啊。所以那个时候在小剧场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小剧场觉得是很帅，是那种很小，但是我后来进去之后才发现，他们根本是不是那样吃饭的。不是当演员吃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大概半年一次或1年一次，所以他们的练习通常是1个礼拜1天的，而且大概2个小时。那我从滋贺县特别过来，然后我要当演员，但是我的时间是1个礼拜里面2个小时，其他就是打工的。小剧场越加入越觉得真的很小的那种，舞台上看的时候觉得好光亮的那种觉得很棒，但是幕后看的时候觉得穷酸嘛。对我来讲，19岁的我完全没魅力的那种，结果是大家一个比一个穷的那种。我想说，如果我几年后这样再继续做，就是那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失望，所以我大概也是半年就不做。那过程当中是怎么糊口的？因为你不是从滋贺过去嘛，每一天都这样通勤嘛，马上就搬到大阪。19岁的我就是觉得很帅，同学们是找到工作、政治工作或是大学，然后我说你去哪里？我说我去大阪当小剧场的演员，就在很小很小没有洗澡的那种，就是那种是对我来讲很帅的那种。然后就是觉得小时候很穷，很小的房间，就是苦过来当演员的那种感觉是。就以后别人录 podcast 的时候可以讲这段故事。对，但是我有一点公主病嘛，我就是好不喜欢穷的那种感觉。一直以为这样子生活很帅，就真的过上这种日子的时候就看我很可还是怜，不要好了。好硬哦。洗澡也是那个汤屋吗？那个时候的我来讲太贵了，大概是2-3天一次，但是要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冲一下，所以就是那种洗完杯子、洗完碗，然后顺便洗自己的下半身的那种。然后我那个时候也长头发，边洗碗，然后边洗头发。然后我想说，好苦呢。白天有工作吗？有，但是那个时候不能太多工作的那种，太打工是不帅，有一点不帅的那种，宁可穷。然后就是工作，没有啊，就是1个礼拜2-3天。他在追求的是一种态度。那我也不想饿，所以我打工的地方是那个吉野家，他们那边最少可以吃2餐，但是只能吃吉野家的牛丼。哇塞！所以你就连续这样度过了半年的时间。当演员是半年，但是后来就那边继续当幕后的那个木工，就是舞台剧的那个木工。那个时候觉得很帅的，又觉得另外一个帅的事情出现。你知道，因为日本的小剧场的演员，所有的都要学木工，舞台是自己要做的，每一个演员都要锤子吗？也是一定要自己定做的那一种。我是演员，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搭舞台，我觉得哇，好帅哦！所以后来没有去当演员，但是就开始做木工的工作。木工的工作也大概半年就开始觉得腻。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每天工作的，2-3个月一次，大概1个礼拜工作，然后就没了。如果我是很厉害的话，一直都有，但是我是比较没那么厉害，所以就工作也不多。我想说，我要寻找一个自己的梦想，因为我真的没有目标就没有活力，所以我就是下一个目标是单口相声。落雨穿和服，300年前的故事，就是现在还是在讲出来的那种一个日本的古典文化。我想说那个好帅哦，是穿和服，只靠一张扇子，然后就讲我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1个小时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然后我想说要学，因为那个是一定要找个师傅。20岁的时候
就是进单口相声。那你怎么决定哪个人当你师傅呢？其实我只有看过一个人，然后觉得哇超屌，我很容易就是那种一见钟情的那种，看了就爱上的那种。所以后来就找那个师傅来。师傅，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师傅的个性，然后好多人是当徒弟的时候说：“你还好吗？你 OK 吗？”的每一个人都很担心的。他就是比较有名的个性火爆的，喝醉酒就会打人的那一种。哇塞！谁知道呢？但是技术来讲是一流的，因为他没那么红，所有人说他是实力来讲是前几名的那种。我想说，哦，听起来好帅呢。那这一次有超过半年吗？也是刚好半年就没有了。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是这样，我以为是就在那边，通常是有两个，一个是内土地，一个是外土地，然后他就不要内土地，不想每天看到我，所以你一定要找外面一个房间，就一个礼拜1-2天来就好，又是1-2天，又是1-2天。然后我想说，我想要24个小时有那样的状态，他说没有，他的工作也是大概1个月1次2次，也是要找一个工作，再找一个那个房间是也又没有洗澡的地方，然后这一次是更小，就是4个榻榻米，因为好多有名的漫画家都是那种正方形的4个半榻榻米里面熬出来的，我看到漫画觉得好帅哦，然后就那边，但是真的太小了。翻身都很难吧？对啊，4个榻榻米1坪多，那就只能睡觉啊，其他事情都不能干啊。真的，衣服都只能堆在旁边这样子啊，也不能放自己的东西。那能带女生回家吗？那个时候反而是蛮多的，很奇怪呢，因为很帅很帅啊。就感觉是有一点非日常的那种感觉。隔壁的声音不是开玩笑，连放屁都会听到的那种。所以后来是因为工作太少的原因离开吗？简单来讲，没有耐心。可能打棒球结束之后，有一点那种已经完全是燃烧掉自己的青春。下一个的时候，我真的遇到一个打击，那就算了。就工作也是一样，不爽那就好，那就算了。那个时候就完全不耐心。单口相声也是这个吧。最大的原因是，其实现在也莫名其妙。有一天，那个师傅他切生鱼片，他自己切生鱼片，就是给朋友们吃，然后我也是可以有口福可以吃，然后吃到的时候我有吃到刺，完蛋了。这个因为这个不能让他发现，因为生鱼片的师傅来说有刺是很丢脸的事，我就偷偷去师母那边，然后要个白饭。但是那个我的师傅是很敏感这一种，我的名字叫哈典啊，哈典啊，你在干嘛？我想说没有，就因为我想要吃饿，所以吃白饭。那个师母很坏哦，他知道生鱼片的刺是这样，哇，很生气哦，就是那种就翻桌，翻桌，然后说我的生鱼片里面没有刺的那个。然后就出去的那种，我说没有，然后就出去，就开玩笑吧，就是有一点被害者的感觉，但是我就感觉是你扫把星的那种，然后就被赶出去了。赶出去。第二天我以为他没事，就冰崩的时候门开着，这边有铁丝吧，请问什么事情？很客气的，我说我想要练，然后他说我昨天说了，你是已经开除了。我说不好意思嘛，拜托，然后真的拜托，就关起来。我听到的是很多人是那个是不能放弃，一定要再按，然后再乒乓，然后他打开之后说你再按就我打警察局哦，这么硬哇！打击呢，吃到刺也不行。我真的想说，到底是那个刺是好像也真的有刺到吗？现在我也已经不知道。但是我因为那个刺，那个时候的人生就毁了。而且还是师母讲的。那个时候面对这样的心情，你是怎么去调试的？真的还是有真正的打击，是离开家里的时候，18岁的时候跟爸妈说2年不行就放弃回家了。但已经过了2年，一个事情都没认真做，然后好多人已经是工作的话4年，大学的话已经毕业，我什么都没开始，被开除1个月是什么都没做，就是每天就是废不打工。从大概第2个礼拜开始，我想说这样不行，所以就去图书馆吹个冷气，然后就看个书，图书馆开了就进去了，因为实在家里太热。
所以住的地方没有冷气。当然没有啊，那边有水可以喝到饱。那个时候刚好遇到的是那个有一个学中文的书，标题是大概100万日币就学好中文留学的书。那个时候台币来讲大概25万。我想说，打工如果我用力打工的话，大概1年内就可以存钱呢。然后从那边开始，因为中文充满的魅力，我想说，身边会讲英文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会讲中文。搞不好我有这个能力，也是我想要当演员了，可以会讲中文的演员的那种。又开始打工。那样的时候是我早上8点到5点是工厂，晚上6点到12点是播情歌的那种。然后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存钱。我想说那就半年就可以，结果没有选上。那它是什么甄选的条件呢？其实现在也不知道。我后来是拖过一个单位就可以考上，但是因为那个拖过的话要中间费，第一次是我自己报名，那就没考上。有钱好办事，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就有付钱吗？有付钱，我也是存到100万。然后我想说，那就随时都可以去，但是隔了半年后才去。那这半年在忙什么事？半年前开始欢送会，太早了吧？就是存钱的，每天吃吃喝喝的，越来越没有。但是我最后也是70几万就去北京了。那半年应该一般来讲要好好学中文吧？但是我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很帅，是从零开始，完全从零开始。那你什么时候翻开那个课本的第一页的时候？基本上没有的。就那个飞机上面，因为那个空姐是中国人，所以我想说看一下。然后那个课本写说谢谢你的关照之类的。然后每一次他们拿水的时候，谢谢你的关照，所以那时候才开始接触到中文。对，然后就只会讲谢谢你的关照。到了第一天，就是从机场到学校，我坐了那个计程车，我被骗了那个$100，因为我不知道机场车费多少，他说要多少钱的。然后因为他知道我的那个钱包里面有800人民币，那个时候刚好$100的，我还是要谢谢我，所以谢谢你的关照。被骗啊，感谢谢谢你的关照。听说是大概200块，最多被骗的是300块。然后我第一名就800块，就是你吗？我就是日本盘子来了，日本盘子。后来去那边学中文，那学了多久的时间？也是大概4个月，又是4个月。我发现他好像都是以半年为一个基数。他故事都半年一个单位了。结束之后就回日本了吗？还是没有，就来台湾了。终于来到台湾。为什么那时候决定要来台湾？那个时候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里面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他跟我说台湾很棒，可以找到打工的地方。许若瑄那个时候我超爱许若瑄，好多像许若瑄的人都。第二天就买票了，就本来是暑假去，然后想说在那边待个2个月回来。这个蛮妙的事情是我带$300过来，那个时候台湾是一定要来回票，我只有1张票。进来的时候就是我这边有亲戚叔叔很有钱，然后接下来去别的地方，所以我也没有另外一个票，这样我就是可以进来。不然的话我真的连台湾是进都不能进的状态。我有认识一个日本认识的台湾人，他是一个美发师，我是打算要去那边打工，就是那个美发店的老板跟他讲，所以他说 OK 啊，打工，然后可以住在他家，所以就可以过了2个月没问题。他也没想到美发师打工的人是什么都不会的，他以为是日本的设计师来台湾，所以就欢迎，结果是什么都不会的人来。后来知道怎么办？他知道之后就那没关系啊，你就不用工作，你再玩就好。但是我是一个脸皮很薄的人，我一定要帮忙，我去送茶。或是开门的那种，但是好像美发店不需要开门的人。在那边打工的时候，找到一个日本餐厅老板，就蛮厉害。是我找到一个可靠的时候，每天找他喝咖啡。他不会讲中文，然后说土地都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我说我可以做菜。那时候你就会讲那么多中文了？因为那个老板是完全不会，所以他以为我很会，他觉得是我很可靠，所以就变成是我是他的唯一的助理，然后就开始在台湾的生活开始。他薪水给我很好，42000，然后我本来的目标是每个月25000存钱，1年后回北京，结果又存不到钱。为什么又存不到钱？对啊，为什么？我个性是没办法存钱的，有就花，有就花的。本来的1年后，本来要回去的时候已经没有钱了，我想说，我那个时候其实第1年我在台湾没那么开心。我本来要准备回日本，本来的计划是我想要当会讲中文
的舞台剧的演员，就这样就可以。所以我想说回去也可以慢慢练。但是那个时候有我的打工的同事北村先生，你是很有才华的人，你现在回日本的话，你的中文是还不能说会讲中文的程度，你要不要再1年好好念中文，然后再回去还来得及。然后就听他的话。第2年开始，我很喜欢台湾，真的爱上台湾，就身边都是台湾人，然后都是大学生，好开心的呢，真的。是因为大学生的关系吧？每天开心，每天就跟同学吃饭呐、出去玩呐、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就台湾的生活。我那个时候23岁才知道同志这个事情。日本的乡下是真的看不到同志，就是我的同事兄跟我介绍的时候，那个北村介绍一下我女朋友，她是女生。我说你讲错吧，是你的朋友吧？没有女朋友。23岁、24岁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因为乡下男孩真的太单纯了。然后台湾人的当兵，那个时候2年，为什么你们要去当兵的那种台湾人啊？要去啊的2年呢的那种，就好多事情是慢慢接触的，是第2年的时候，我想说决定我想要留下来，我想要考大学，我想要专心可以做的事情。我选了2个，一个是台艺大电影系，然后另外一个是辅仁大学西班牙系。我想说这个2个不管怎么样，哪边考上我可以最少要4年。23岁我真的没办法后路，辅仁大学没考上，台艺大那个时候是1999年，那一年是第一次开放外国人。我想说第一次一定是好多人，那个时候他们一定要作品，但我那个时候没有作品。我想说考试的时候一定要屌一点，所以我那个时候长头发变那个黑人头，然后我穿超紧的背心跟黑跟白紧紧的短裤，然后又穿木屐。结果考试的人是2个人。我想说这个100个人里面的话，我这个造型是对的，但2个人来讲我只是闹的。他问我说你的作品是什么？我的作品就是我，完全没有人反应。那个时候有2个名额，就刚好只有2个人考试2/2。好多事情真的运气有关系的。台艺大1年级的课很多，对我来讲太难，而且我去跟没去一样，听不懂。不管有没有听不懂，但是我就是第一排，我认真上课的那种，然后就不翘课，不管怎么样，就每一堂课都好好去上课，不能放弃。那你后来怎么克服这个中文的学习？其实现在也常常听不懂，假装的。还有你们也有吧？常常我讲的没那么标准的，其实我大概都知道你在讲什么。从那次开始，我找到一个做10年的打工，就台艺的导演的话，现在都25年做同一个事情了。我想说，下一个女朋友是我想要结婚的。我们先前情提要一下，我们这时候要揭开一下重头戏的一个面纱，因为我们前阵子录了一集《金鱼期》，故事中的男主角就是我们的北村导演。当初怎么从相识到相恋，到最后2个离开了这段故事，那时候是怎么认识 Giovanna 的？ Giovanna 是我那个时候意大利餐厅认识，我们的同事的朋友，第一次来就我觉得不错呢，然后就问他就平常在做什么，他说bartender，好像第2天就找他，刚好请假。然后结果我 surprise 去，然后就没脸。我是那个时候蛮主动，是想要认真交往的，想要成家。然后他是跟我说，他也是这么想，他不想谈恋爱，往就不要，要我就结婚。他想要当家庭主妇，被骗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这样听起来，你们2个个性其实蛮像的。刚刚讲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当那个很帅呢，他可能那时候也是想说，当家庭主妇应该也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就真正当家庭主妇完之后，发现这完全不是我啊。大概怀孕第5个月的时候吵架。其实我们认识的时候是2006的12月，小孩生小孩是2007的11月，所以我们是1年内从见面到满月这个过程是365天搞定的。他们原本是要分开的，他们就讲一句话，就说我们要么就当家人，要么就不要当男女朋友，我们就冲着这句话去结婚的。一开始好合，很快就去大阪旅游啊，就什么东西都很好，大概3
3个月4个月，第一次吵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的那种。吵完之后真的是我的精神就没有，然后就受不了，我想要就是我们还是不要结婚好。那个时候发现怀孕，那个时候说我们不要好了。没有怀孕，我们是再见的。但是那个时候有怀孕了，哇操！这个我想说很帅气的，我可以娶你，要准备婚姻戒指，然后我想要办一个 party， 全部准备好。但是他中间说，我不要，什么都不要的。我的那个喜卡它会藏起来的。后来我们结婚是。生完小孩过了2个礼拜才登记。我们要结婚的时候的最后决定的是因为那个出生证明，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主办人跟我说，出生证明不用结婚没关系，要生小孩前就是那个爸爸的名字我签下来，我是爸爸，我相信他的话。他说有一个老外跟我说的，我看到那个出生证明，然后拿到写不详，哦，父亲，我刚刚有签名字啊，父亲的地方。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父亲就是不是你啊。我听到之后就哭了，我不能当父亲的时候，有没有人说好吧，我们结婚吧的那种，就是安慰我。那个时候我想开玩笑的说，我想要改名字好了，名字改成不想好了。我们就生小孩之后，我那个时候讲明的就是说，小孩爱妈妈，妈妈爱小孩，爸爸爱老婆，这个是最好的状态。过了几年，好像没有人爱爸爸呢的那个，这个三角关系不对呢。哦，每一个都是有那个，每一个都有被爱到，对，就只有爸爸没有，爸爸没有呢。这很日本的那个想法，就是这样子。就感觉好像全世界没有人爱我的那种。我想说，第2个小孩之后是不是又不一样的感觉？但是酒吧呢一直都说不要。那个时候的收入来讲，我们第1胎的时候收入是月薪5万块，酒吧呢就不工作，房租所有的事情都要搞定的那个。我有问酒吧呢说，要不要你也打工的那一种？他说不要啊。他已经说他当家庭主妇了。你不是说要让我家庭主妇？对啊，就想办法。然后我也那个时候刚好是考上研究所，一定要念研究所。酒吧呢厉害是这样，我说可能我边念书边弄可能辛苦，那我就放弃研究所这一块好。他说绝对不行，如果有现在放弃，一定后悔。然后那个时候你会怪孩子怪我，你一定要念。那你可以打工吗？他说这个是不行。还是那个就他很清楚的那个，所以我的条件就是一定要继续念，一定要我要赚多一点。然后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奖学金，我们真的是感谢台湾政府养我的小孩子。我跟九曼的真的是那个时候的革命金额。现在我们离婚了。还是就一起，还是当小孩的爸爸妈妈的事情，也是那个时候的革命情感有关系。是我现在还是感谢他，就的确是没有他养2个小孩子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没有他照顾的好，我也觉得是他们的人生里面，我也需要一起养小孩。这个事情是我们现在2个人来讲是真的是刚好。可能对观众来说可能会比较不清楚的地方是，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要离婚这件事情？离婚前5年前是已经冷战，我们不讲话，然后不解决，我就不管他，他也不管我。我那个时候的心态是好怪，是我去外面吃吃喝喝，开心的回来，然后他在家里客厅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悲伤的那种。你在笑什么的那种，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家里是战场，很不正常，很快就离婚就好。没办法马上说离婚的原因是没有勇气一个人养小孩。我很佩服九曼的是，她当妈妈，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妈妈，是这一块是我觉得很承认。所以我想说，怎么样就是一个对小孩对九曼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我是一个一直拖拖拉拉的一个人，确定不行的时候是有1年的世界杯，看世界杯的时候觉得是一种很怪的感觉心情，有老婆没有夫妻的关系，他有世界杯看，但是我也是另外一边看的那种感觉，觉得太惨了。
前面也是我有蛮常说明天要不要去签约的，然后他说好玩，然后几次没成功。2019 9月，我朋友他想要9月13号结婚，我有问他说为什么要特别9月13？因为那一年是2019的最屌的日子。听到之后，我马上简讯给对方的，这个礼拜是9月13号，有没有空？还有3天，我想说他会不会又是当天取消或是怎么样？但是那一天哇，很顺利呢，天气也很好，开车也是他第一次坐我的旁边。从那一天开始，我们两个也是好顺利办事情，然后也是一起拍个照，一切都很好。那一天开始，对我来讲好重要，是不计较，家人不计较这句话，好多计较的事情，那个真的是一个超烂的结果。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最后转念了嘛？那这件事情决定要住在一起，有跟小朋友商量吗？我想说，如果我们不讲，永远就没有人发现，因为所有的事情之前是Giovanna跟小孩讲，然后我跟Giovanna说，这一次我想要跟小孩讲。所以你就让我讲，大概过了7天，我还是没办法跟他们讲，然后我做头七啊，就帮他说，要不要我跟他要不要他讲？然后我说等一下，我想这一次想要像个爸爸的那个角色。1周刊比较快，是他已经是报北村导演和平离婚，然后小孩看到儿子。第一个就看到，他觉得不对呀，不可能的。他会看身份证，就是有一次他就撒娇说：“我想看大人的钱包。”我那个时候有边打字说：“你看啊，因为我那个时候有钱包里面有身份证。”他去看配我染空的，我那个时候我马上就大人的钱包不要看好又来不及了，又开过头了，已经开过。每一个人都觉得是我们这次的结论是最好的方法，6个人就一起的那个模式。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 Giovanna 说的？我希望他还是一个状态，我喜欢他的态度，只希望他天天开心，天天开心就好。因为所有的事情他开心，真的我们家就开心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就是儿子跟女儿说的呢？希望高中毕业之后去日本念书，这个事情是我还是最后一个责任的感觉，因为我没有教他日语，这个事情是我还是一个卡住了，就是他想要怎么样的生活已经到这一边，我希望我现在少的事情是就是教日语这一块，那我就放弃了。希望去日本念书，看到一个日本生活，我女儿开心就好。北村，你有没有什么对50岁的自己想要说的一句话？40岁到50岁，我真的是一个这10年非常精彩，然后有好有不好。我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我遇到不好的事情，也是对50到60这个生活有关系。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的话，可能50到60会走歪。但是我现在有遇到之后，更正面的50到60岁，我这个事情是会期待这10年我可以做好多事情，比40到50更好的10年。我们今天会分成是2个阶段的讨论，一个前半段是在讨论北村风情来台湾之前的人生的故事，后半段比较在聊的是所谓的离婚同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说你今天听完这集，你觉得有任何有感想或者有任何的想法的话，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如果说你觉得不好意思，就麻烦你 IG 私讯我们，让我知道你的想法。在华尔法克 Life 看面对人生，觉得是勇气啊。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